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 Real Chinese Talk， 我是你们的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你也许注意到我的播客终于有了一个中文名，那就是秋月漫谈，也就是秋月慢慢谈论各种话题的意思。英文名呢，还是原来的 Real Chinese Talk， 但这个新的中文名可以说是我2025年对这个播客的改善做出的第一步吧。那说到新年的计划呢，就必须要谈一谈对于前一年的反思和复盘了。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性的人，如果没有计划，我甚至感觉自己没办法开始一天的工作。所以每一年的年初，我都会去看上一年自己计划的完成情况，然后呢，再对这一年新的一年去做各种各样的计划。然后呢，在这一年当中，我会把年度的各种目标分解为季度的目标，然后再把季度的目标分解为月度的目标，最后呢，把月度的目标分解为每一天的行动事项。这样的方式对于有些人来说是过于有计划，甚至是太过于严格了。但是对于我而言，这是最适合我的生活方式。我在做计划的时候呢，一般有2个很重要的原则来指导我的制定过程。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我希望自己3到5年能够成为一个新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想每3到5年可能去一个新的国家生活，或者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身边围绕的人都是新的人，或者我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生活等等。总之，就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新的人。第2个原则呢，就是我想每年解决自己的1到2个大问题。什么是大问题呢？大问题在这个语境之下，指的是决定了你生活质量最基本的那些事情，比如说你和家人的关系，你的财务情况，你所从事的职业等等。这些问题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的情况，我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移民的状态，因为我是在欧洲生活的中国人。那像我在工作当中就需要有来自于我的工作的公司的签证支持，我才可以在这里待下去。那从长期来看的话呢，移民就是一个我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但对于别人来说，也许这就不是一个问题。同时呢，这些大问题其实都不容易解决，所以为了减轻自己的问题，我想
把这样一些大问题分割在每一年当中去解决，每一年解决1到2个这样的很难的大问题，那么从长期来看，自己就不会有很大的压力，同时呢，我能够确保自己能够一步一步的完成这些比较难解决的问题，然后呢，给自己的生活建立一个安全网。安全网就是 safety net， 对吧？就是说你的生活不管再糟糕，最起码的一些事情是可以保证的。那说了这么多，下面就正式开始2024年的复盘吧。首先呢，我想说一说自己的解决的大问题。那2024年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在荷兰买了房子。其实在我来荷兰之前，完全没有想过自己想买房子这样一件事情，因为在中国的时候买房子其实是很困难的。比如说你需要有这个城市的户口，你才有资格在那个城市买房子。然后呢，你还需要有足够的钱来付首付。首付指的呢，就是 initial payment， 也就是说在中国买房子，你需要准备20%甚至30%的房价的现金，你才可以买这个房子。但是在荷兰就不一样，在荷兰，如果你的贷款额度能够覆盖掉所有的房价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里买房子。再加上其实在荷兰房租特别的高，所以后来我和我的男朋友就决定，与其付这么高的房租，那还不如就直接买房子，最后还贷款的金额可能比我们的原来的房租还要低。后来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说买房子是我在2024年解决的一个大问题。那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播客了。其实我这个播客应该是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但是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关注我的播客，再加上当时我有3个月的假期回到了亚洲，所以我相当于是停掉了这个播客。但是当我在当时旅游的时候，以及我从亚洲回到欧洲的时候，有一些朋友给我留言，也给了我很多的激励，所以我后来决定继续做这个播客。在这里，我想感谢那些给我留言、给我发邮件的朋友们，正是你们的支持，让我坚持下去。那关于语言，也是我非常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2024年的时候呢，我决定暂停西班牙语的学习，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荷兰语和日语的学习上。那荷兰语呢，
我在2024年主要是在学习 B2 的课程，虽然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结束了 B2 的课程，但是还是需要一些更多的口语的训练来帮助自己真正的达到 B2 的水平。而日语呢，我参加了一些线上的语言交换，同时呢阅读了很多日语的原版书籍，包括心理学的书、小说，还有哲学的书等等。我的日语呢，说实话在2024年进步还是蛮大的，不管是口语还是阅读。但是呢，我觉得自己的日语还是不够流利，有时候呢不太能够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2025年还是需要多多练习。那英语其实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语言之一吧，虽然不像荷兰语或者日语那样非常集中性的去学习，但是因为在我日常的工作当中，我需要和比如说来自于美国的客户交流呀，然后我的同事里的一半都是英语的母语者，所以通过和他们的交流，我的英语其实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在我的工作当中，我还需要常常给客户用英文做 presentation，去交流一些复杂的内容，比如说半导体呀，产品的发展呀，然后医疗器械的行业情况呀等等。总之就是一些可能我用中文都没办法好好去表达的内容，但是在2024年，因为我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交流和 presentation， 所以自己的英语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那其实我除了播客和语言之外呢，我还有写作的习惯。我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个自己的账号，那我会在上面发一些很长的用中文写的文章。那话题的话，其实很杂，有语言学习的内容，有讲城市建筑的内容，有讲心理学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就会写下来。我也有在小红书上发表一些内容，也大多数是关于自己语言学习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在小红书上就不用发很长的文章，而是更多是短小的碎片化的一些文字，但好处呢，就是可以让自己随时把零碎的想法整理下来。那对于我来说，写作并不一定是为了要让很多人来读我的文章，更多的是我通过写作来帮助自己理清楚自己的很多想法等等。那我也觉得的的确确写作是有帮到我在这一点上的。刚才忘了提，其实我在2024年解决的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游泳。
这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太能够理解，但其实我原来是不会游泳的，至少并不能够很安全的游泳。但自从我来了荷兰之后，我发现在这边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游泳，自然这是他们从小就在学校的时候必须要学的一项技能。但是由于我出生的城市贵阳是一个山城，也就是说它四周围绕的都是山，所以我并没有很多的机会去游泳。那我来了这边之后呢，也因为没办法游泳这件事情，错过了很多享受自然的机会。所以我在2024年的年初报了在荷兰的游泳课，然后呢，其实我是上个星期结束了我所有的游泳课，而现在我可以很自信的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游泳。所以这是我认为我在2024年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除了游泳之外呢，我还做其他很多的运动。我2024年基本上每一周都会去攀岩，也就是 bouldering。我还有去健身房的习惯，虽然我希望在2025年能够更经常的去健身房。那最后我还想稍微提一下自己的工作。我其实是在2023年年中换的新工作，然后呢我休了3个月的假，所以2024年可以说是我完整的在我的新公司工作的一年。而在这一年里呢，我的确感受到了自己的进步。我现在工作的这家公司呢，其实是一家创意咨询。它其实是介乎于传统的咨询行业以及创造创意设计行业当中的这样一个交汇的地方。我原来其实是做战略咨询的，学习的也都是金融这样比较枯燥的学科，但是我一直很喜欢设计，所以当我拿到我现在这家公司的 offer 的时候，我基本上很快就决定到这家公司工作。而我现在呢，其实一部分工作会涉及到做很多的研究，另外一方面呢，就涉及到和设计更相关的创造的这样一些内容。在过去这一年里，我在工作上的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更加自信的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在中国呢，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说当自己的老板说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下面的人就跟着做，也不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在荷兰呢，其实这里的人很支持每个人去表达自己，贡献自己的不同的创意等等。所以当我在这边开始工作之后，
一开始我还是觉得有很大的挑战的，因为我不习惯这样的交流方式。但是在工作了几年之后，包括在新公司的氛围也还不错，所以我逐渐的能够在团队的讨论或者头脑风暴里去表达以及解释自己的想法。所以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前几天其实也还在做2025年的计划，但我发现其实当我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很多事情也就是2024年在做的很多事情的延续。同时呢，可能会有那么一两个新的目标、新的大问题想解决，但是更多的还是去重复自己的 routine， 重复自己的日常，然后把这样一些日常通过日积月累的方式，从量变发展为质变。关于2024年，我就说这么多了，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个更好的2025年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以及更多有意思的关于中国文化、中文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